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凌云航空 G6654航班。我们的飞机已经起飞，预计将在2小时后到达目的地。梦妮，想想，梦妮，梦妮，没事吧？做噩梦了？别怕啊，妈妈在呢。等等，我不是已经被砸死了吗？怎么会？同志，请问今年是几年啊？乖女儿，你睡糊涂了，今年是2025年啊。2025年？我张海英竟然穿越到了几十年后，还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张海英同志，你作为我国第一批民航飞机的总设计师和首席驾驶员，不仅是我们航空工业的骄傲，更是全国人民的楷模。不好，灯要掉了！小心啊！小心！哎，小心啊！小巧兰，没想到在这能碰上你。听说你男人走了以后，你们娘俩在乡下过得挺辛苦的，这怎么都有钱坐飞机了？我带孩子去江城看病。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跟你一样一股穷酸气，在飞机上给我老实点，别添乱。没事啊，别把韩阿姨的话放在心上。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空姐，什么情况啊？各位乘客，请不要惊慌，前方气流较强，这是正常颠簸，请您收起小桌板，扣好安全带，我们将暂停客舱服务，感谢您的配合。原来是气流啊！吓死我了！没事，你系好安全带就行了。爸妈，别大惊小怪了，这就是高空扰流，我在学校里学过，很常见。听，我儿子一男可是航天航空大学的高材生，这懂的就是多。那是，咱儿子那以后是要当机长的呢。这不是气流，10岁的左倾状态伴随着金属撕裂的闷响，左侧引擎可能已经发生了结构性损坏，那是凌云1号试飞时最危险的状况，只有一种可能。妈妈，这架飞机要失事了。机长，左侧发动机叶片脱落，冲了引擎外壳，引发了燃油的泄漏和爆炸，怎么办？切断左侧引擎供油，释放灭火瓶，立刻向塔台报告紧急情况。是。糟了！哎呦！这坐飞机呀，这跟坐过山车一样，哎，还挺刺激啊！请各位旅客保持安静，我们正在经历强气流。这不是气流，是发动机爆炸！爆炸！是爆炸产生的碎片很可能已经击中舱体的其他部分，包括驾驶舱。听声音，分档可能已经破损，机内正在快速施压。如果驾驶舱失能，无人驾驶，那飞机很快就会坠毁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一个小女孩懂什么开飞机啊？在飞机上面散播这种恐慌言论是违法的。小巧兰，管好你的女儿。我呸！说话怎么这么晦气？张口闭口爆炸坠机的。女孩子家安安静静待着不就好了吗？还悬着分析飞机。哎，你以为你是开飞机的料啊？啊，难不成你以为你是张海英转世啊你？对不起，对不起。好了，糯米，别说了。小巧兰，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如果再不管好你的女儿，下了飞机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哎，你要干什么？回去坐好。我要进驾驶舱，现在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人能操控飞机了。你进驾驶舱？你以为你是谁呀？密码是多少你知道吗？门窗哪边看你知道吗？再说了，现在飞机不是已经平稳了吗？能有什么事？就是这女娃呀，就是事儿多。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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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住他！救人！都怪这个死丫头乌鸦嘴，说什么爆炸什么坠机，是像灵验的吗？啊！我都要被他害死了！救命！大家快把面罩，快把面罩戴上，快互相帮忙！糯米，别怕，妈妈在，妈妈就说他死，一会儿我救你。妈妈，英子，拿着去航空大学报到。妈，我不能要，这是你的医药费。娘的病你要心里清楚，你要知道，早就没有继续治疗下去的必要了。娘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到我英子去做她热爱的事儿，去开飞机，去成为我们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机长，让所有人都看看，女孩子也能飞上天。娘，妈妈，无论在哪个世界，你们都用尽全力护我飞翔。这一世，我张含英绝不会让任何人死在这里。我必须肩负起使命，拯救所有人。小心，我快坚持不住了！快，用机组电话联系机长，报告客舱严重失压，有乘客遇险，群众指示，快去啊！喂，机长，喂，机长，吵不吵？电话打不通，没人接。哎，我的老天爷呀！就连驾驶舱也没人管我们了吗？哎呀，一楠，你快想想办法呀！儿子，你怎么了？我的宝宝了！妈咪！驾驶舱无人应答，意味着里面的人很可能已经失能。要想救他们，必须立刻开门。你着急，你密码，输密码，开门。不行，我一定不允许。我不能让他进的！你个丫头片子，让他进去干什么？瞎胡闹啊！就是一男都晕过去了，还有个女孩子能成什么事儿啊？别进去添乱了，肯定是想逞能。闭嘴！不一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多犹豫1秒，拳击人生还的可能性就少1分。难道你想看着拳击人都因为你的犹豫而死吗？快，来不及了！我看。明明是对的，怎么打不开呢？不是密码问题，是物理结构卡死了，很可能刚才的爆炸和连续颠簸导致舱门边框变形，或者线路脱落，卡住了门轴。门打不开，玻璃也快碎了，我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了。让开，我有办法打开。你能有什么办法？密码都打不开门，你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办法？我刚才也是
的每一个紧急系统都是我亲自参与论证的。几十年过去，客舱布局可以变，娱乐系统可以升级，但这种关乎最极端情况下生死的紧急备用机制，绝不会轻易变动。陆明，妈妈，我不会拿您，更不会拿拳击人的生命开玩笑，请相信我。妈妈相信你。不能让他恨呐！天知道他会恨出什么来！让一个丫头片子吓唬到我们必死无疑了呀！你怎么会知道最高权限紧急操控程序？连我都只是听说过，从未操作过。现在是想这个的时候吗？看看你的操作，看看你的心态。作为一个航空从业人员，你的培训和职业素养哪样合格了？拉出去！1、2、3，呀！拉出去！这小女孩什么来头？妈呀，全是血！外面的是机长飞出去了！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来帮忙啊！我果然没猜错，引擎爆炸的碎片导致驾驶舱挡风玻璃爆裂。我们要是再晚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不行啊，吸力太大了，拉不回来。我引擎爆燃，不彻底切断，液压系统失压，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接管控制。切断左引擎供油，释放灭火瓶。操作是对的，这小女孩怎么这么熟悉驾驶舱？她的判断力和执行能力简直无人能及。你在乱按什么呢？你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闭嘴！切断油路，释放灭火是标准应急处置，他做的对，是他救了我们，避免了引擎彻底爆炸。什么？机长，紧急代码已经向塔台发送了吗？发送了，但我双手被碎片划伤，已经无法正常操控了。问题不大，有我在。这个情况也只能放手一搏了。要救下这架飞机，或许真得靠这个小女孩了。现在是时候减小牙差，挽救局面了。左侧前脚过大，需要调整升力。糯米，糯米，停下！你快停下！你这是在拿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机长，你也知道扶住他！你竟然信了这个死丫头的骗话！都闭嘴！一切听他指挥。机长竟然为了他下达这种命令，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救命啊！我是不是要死了？报告总指挥，收到凌云766次航班发来的紧急事故信号。什么？立刻建立通讯通道，联系机长，争取语音，快！正在呼叫凌云766次，收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听到凌云766，听到请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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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使劲啊！救命！回来！副机长，他竟然真的稳住了！赵高吗？没事的，你真的能做到。快，先给他带到后排去。是。凌云76654，收到，请回答。塔台76654暂时稳定，驾驶舱曾失压，正副机长失能，目前由我来临时接管。左侧引擎已关闭，依靠单发飞行。
正准备手动调整气流平稳。杜指挥，对方回复了，不过怎么是个小女孩的声音啊？小女孩？嗯，对，76654虽然姿态回正，但严重偏离了原定的航线。这个高度和航向，到了，快通知76654紧急避让，他们会与4A拐弯腰，高度和严重冲击，急救相助。你干什么？我干啥？我当然要阻止他继续害人啊！我要是不行，全机人的性命就这么在一个小孩手里瞎折腾。你是小孩就算了，还是个女的，你懂什么是开飞机吗？啊，连模型机都没玩过，装什么装？说的对，我儿子可是航天大学的高材生，让他来开，肯定比这个死丫头强。没错，我儿子连那些原理都背得滚瓜烂熟，让他来开，不能让这个丫头再瞎闹了。不准动我女儿，谁敢动我女儿，我就跟他拼命！杜指挥，G6654通讯中断，信号消失了，预计2分钟后交会。孩子，别把他们的话放心上，专心操作。没事儿。这些人的嘴脸和上一世那些不信女人能开飞机的人一模一样。行啊，还真有一世机长转世啊！小女孩玩过家家玩多了吧？女人就该有女人的样子，开飞机是男人的事，你快让开，让我们家一男来。全都闭嘴！有一架飞机正在同一高度层迎面飞来，照这个速度和航向，很快就会撞在一起的。什么？不就要完了？我的胳膊实在抬不起来。机会来了，机长动不了了，你上啊！爸，我没学过紧急避让。哎呦，我的亲娘啊！这没人能开飞机，这不是真的只有等死了吗？我来。你说什么？我有能力救大家。死丫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没时间了，必须立刻手动规避。妈妈，机长受伤无法操纵，你来帮我稳住方向盘。冬米，可是我一点都不会啊！你真的要妈妈来吗？有我在，不会有事的，相信我。好，妈妈相信。真是疯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开飞机，这下我们完蛋了！怎么办呢？完蛋了，我们今天要死在这儿了！想活命就都闭嘴！韩小希，机长有什么指示？立马把无关人员赶出驾驶舱，别影响他操作。是。你干什么？请回到你的座位上，不可以进驾驶舱！你们给我过去！G6654，立即左偏航10度，左偏航10度。杜指挥，还是联系不上。拜托了，无论是谁在驾驶那架飞机，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要撞上了！要撞上了！转向空间不足，只能冒险利用前方那个引擎的上升气流了。调整高度角20度，调整高度角20度，关闭自动导航，关闭自动导航，切至手动驾驶，切换至手动驾驶。启动，抓紧了！还有10秒，8秒，7秒，6秒。我已经无数极限磨难成为资产，穿越生死，就是为了应对眼前这一刻。3秒，张含英。身为华国第1女机长，绝不辱没使命，定会救下所有人。1秒，稳定一面，调整升力角度，不能乱。完了，他才9岁，怎么可能救下我们呢？我们肯定要撞击坠毁了。开门！我们真要被他们给我滚出来！不要害死
宝贝，不管结果怎么样，妈妈都为你讲。如果有来生，你还做妈妈的女儿，好不好？去飞吧，英子，飞你该去的天，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妈妈，这一世我绝不会再放弃你。我一定要带所有人回家，一定！杜指挥，G6654信号完全丢失，根据雷达预测，他们恐怕来不及避让了。那么多乘客信任我们凌云航空，把性命托付给我们，可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百条生命在眼前消失，这是我们的失责。等等，不对，快看，G6654的光点正在上升，他们在爬升啊！我要带所有人回家，起！红点重新分离，G6654脱险成功了！太好了，太好了！杜指挥，刚才那种规避动作真的太极限了，这绝非常规飞行员能做到的。是的，这种在电光火石间找到唯一生路，并用近乎完美的操作将其实现的能力与魄力，我只在一个人身上见过。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脱离险境，飞机将继续正常飞行。太好了，我们活下来了！你一只瞎猫碰上死耗子，运气好，让他们装一把。就是，谁知道是不是那死丫头开的？我看呐，就是机长恢复了，妻子上了，一个小女孩能有这本事，骗鬼呢！气流平稳，雷达恢复正常。我就知道你能做到，孩子。我代表G6654航班全体机组和乘客，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是你救了这架飞机上所有的人。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他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真正的考验恐怕才刚刚开始。凌云G6654，这里是江城塔台，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塔台G6654航班收到，目前飞机已完成紧急避险，飞机运行平稳。报告杜指挥，已联系上凌云G6654，G6654现已成功避险，正在平稳运行。凌云G6654。塔台收到，听到你们平安的消息，太好了。机长，我代表塔台感谢并佩服您刚才的神级操作。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杜指挥，实话告诉您，我也是副主上，无法操控。刚才完成紧急避险的不是我。不是你？难道是副机长？可我记得他的资历，副机长因为受伤严重，已经失能。既不是您，也不是副机长。那刚才那种级别的规避操作是谁完成的？难道飞机上还有具备这种顶尖驾驶技术的人才？是，而且是一位年仅9岁的天才，是他多次临危处置，救了飞机上所有的人。什么？9岁？9岁？多大？9岁？开什么玩笑？就是啊，听错了吧？19岁还差不多。调乘客名单，立刻！杜指挥，查到了，G6654乘客名单里面确实有一名叫糯米的小女孩，年龄登记9岁。9岁，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拯救了失控的客机。这，我知道这难以置信，但我以我的职业荣誉担保。从引擎爆炸开始，一直是这个孩子在操控飞机。如果您不信，事后可以调取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和舱音记录，一切自有公断。
我明白了。G6654，请保持通信畅通。塔台将全力协助你们后续飞行，同时我将立刻向上级汇报此事。你说什么？一个9岁小女孩在万米高空接手了失控客机，还成功规避了撞击。东方，你确认你没在开玩笑？李处，千真万确。我已初步核实乘客信息，并与机长再次确认，从引擎故障到紧急避让，全程主要由这个叫糯米的孩子操控。哎呀，天才呀！这简直是100年难遇的天才呀！在如此危机下，展现出的冷静、判断力、操控技术，为所未闻呐！这孩子要是能细心培养，将来在航空领域能取得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啊！等G6654安全降落后，我们要为他举办一场隆重的表彰大会，奖励他的英勇和功绩。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航空界出了一位小英雄。主任，刚得到的消息，凌云航空那边出了位神童。什么神童啊？一个9岁的小女孩，据说在今天的G6654航班上，代替受伤的机组多次化解危机。凌云航空正准备给她开表彰大会呢。9岁开飞机，你信呐？这是凌云航空的一贯作风，为了博取眼球，造谣成风。可是新闻部门都报道了，狗屁的新闻！凌云航空为了炒作，还真是连脸都不要了呀！这种龌龊的新闻都能编得出来。去，备车，我要亲自去他那个什么狗屁的颁奖大会看一看，他这个神童是怎么编出来的。孩子，现在塔台和公司都知道了你的事，等我们落地，他们指定要给你开表彰大会呢。你是我们全机人的救命恩人，也是航空界的小英雄。机长叔叔，我救人不是为了表彰，确保乘客安全是每个航天人的职责和使命。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好一个该做的事，孩子，就凭你这句话，我坚信你未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航天人。糟了，闪电打到机翼了！我的，还有新的危机在等着我。塔台，这里是凌云G6654，我们遭遇严重雷击，多项电子设备失灵，导航、姿态指示器全部故障。重复，G6654遭雷击，多电子设备失灵。G6654，收到，请回复。G6654，怎么回事？G6654又怎么了？杜指挥，G6654刚刚报告遭受严重雷击，多系统失灵，信号随后中断。他们偏离航线后太靠近雷暴区了。什么？立刻尝试所有配有设备，继续联系G6654。是。张老师，如果是您面临单发失效结构不明损伤，偏离航线又靠近雷暴区，您会如何选择？生路又在哪里啊？有一个不着火，后边返航，立刻返航！不行，返航不可能。我们现在主翼结构受损，燃油压力不稳，途中折返只会坠毁在半途。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糯米，是不是还有办法？是有一个办法。G6654准备迫降。迫降？现在？你疯了吗？我们现在可是在海面的正上方，海面迫降风险极高，迫降的角度、速度有一个不对，就会全机解体。机长，咱们现在不能再跟他胡闹了，应该立刻联系塔台，继续听从塔台的引导。怎么报响？通讯被雷暴严重干扰，暂时联系不上塔台。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判断。海面迫降的确风险极高，但是我们现在进退两难，既不能返航，穿越雷暴更是一条死路，所以选择合适的海面进行可控水上迫降，是我们眼前唯一的生路，必须这样子做。没有时间犹豫了，必须立刻开始准备迫降。机长，你帮我观察剩余液压和燃油数据。好。
我机翼着火了！要爆炸了！没完没了啊！这真是没完没了！老天爷是不是不想让我们活着下飞机了呀？我们是造了什么孽了呀？叶然，你醒醒！你他妈清醒点！你妈说你得振作起来啊，说不定待会儿还能靠着你开飞机主持大局呢，可不能让那个丫头片子再开飞机了，把我们都害死了呀！妈，你说的对，肯定是因为那个死丫头乱开才熄火的。对，再让她开下去，我们都得完蛋。妈，跟我去驾驶室，必须阻止她乱来。海面温差大，气流紊乱，要找到迫降点，必须先绕开雷堡核心，航迹偏右15度，姿态调整2度，气压要下降，外温5度，速度280节，保持3分钟后开始。你说什么？在海平面上迫降？真要这么干，我们都得喂鱼。这是唯一的办法。我都知道，女人就是情绪化，不够后果，让这么一个小女孩坐在驾驶席上，迟早得出事儿。爸妈，快拦住她，不然我们都得完蛋。好，起来！我儿子说的对，绝对不能让你们娘俩乱来。老头子，用力把他们给我拖上去！韩小希，支持他们！你还愣着干嘛呀？支持他们！韩小希，这是个命令。机长，觉得他们说的也没有错。虽然我只是一名乘务员，没开过飞机，但是我跟了这么多航班，我太清楚海上迫降的难度有多大了。更何况我们现在飞机受损，操纵不灵，根本就不可能救我们的，这根本就不可能。你们听见没？你们自己人都这么说，这孩想害死我们所有人。都住手！现在整个系统瘫痪，除了他，没人能在这个飞机活得下去。你们要想活命，一切听他指挥。机长，你糊涂啊！你是绝对不可能看着他弄死飞机上的所有人。机长！哎呀，机长晕了！啊！什么？机长不会被我们气死？可别胡说，这我咱们不会。不关我们的事儿啊，是他自己晕的，是他自己晕的。机长，机长，还活着。机长晕倒是因为受伤失血，再加上高空缺氧和情绪激动引发的应激反应和脑供血不足，情况非常紧急。如果不尽快降落，继续在雷堡区中行的话，他可能会撑不过去的。而且机体的燃油已经不多，如果再拖下去，全机人都会有生命危险的。迫降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生路。韩阿姨，难道你要看着所有人都因为你的决定而丧生吗？一切听他指挥。我明白了，我带机场去客舱吸氧，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妈妈，没时间了，快坐上来辅助。想要成功迫降，我们先得找到一处合适的海域。找到了，这一块海域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最佳选择。水面平静，地区开阔，能避开浅滩与暗礁，而且海面晴朗无雾，能见度很好。这里就是我们的迫降点。糯米，你确定能行吗？我确定，妈妈，相信我就好了。要开始了，不要害怕。好，妈妈明白。糯米，就靠你带所有人回家了。G6654正式开始海面迫降程序。妈妈听我指挥，收油门到30，机翼角度调至17度，保持下降率，速度控制在280。G6654正式开始紧急迫降。
70654是离氏塔台，听到请回答。是离氏塔台，听到请回答。还是联系不上？所有频道都试过了，董事会，雷暴干扰太强，我们彻底和 G6654失去联系了。继续尝试联络。是。76654收到，请回复。76654是离氏塔台，听到请回答。是离氏塔台，听到请回答。请保持高度，否则。不对，76654有异动，高度正在急剧下降。高度8500、8000、7500，还在降，不行，太快了。下面可是海呀！76654怎么回事？76654，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海，下边是海，他们这是要把飞机开到海里去吗？这是要带着我们这群死啊！完了，这下全完了。机长都晕了，那对母女是要把我们全送上西天呐！不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听我说啊！我刚从驾驶舱出来，里边的人都疯了，他们要把飞机飞到海里去。什么？这是要拿我们所有人的命当儿戏，要我们陪葬啊！没错，再不联合起来反抗，咱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不好，乘客一旦大规模骚动，会严重影响飞机平衡，和我们的操作唯一的生机也会大打折扣。我们必须阻止他们！你在这等着妈妈，一定要乖乖坐着啊！咱们冲进去！大家冷静一点，请你们回到座位上去。现在飞机确实出现了紧急情况，但是整个机组正在竭尽全力的保证各位的安全。女士们、先生们，咱们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一定会平安降落的。你别再放屁了，我不会再信你一个字。大家还被蒙在鼓里吧？机长、副机长早就昏死过去了，现在在驾驶舱里摆弄飞机的是一个9岁的死丫头和他妈，一对乡下来的母女，他们懂怎么开飞机吗？他们这是拉我们一起死啊！9岁的丫头片子开飞机，这也太荒谬了！怪不得飞机开成这样。就是又是颠簸又着火的，原来是2个女人在瞎搞，真是晦气！妈的！我现在就把他们录下来，一落地我就给他们发到网上，让全国人民审判他们！大家都听我的啊！咱们冲进去，把那对疯母女救出来，让我儿子来开。我儿子可是学航空的。对，让我儿子来干，把他们赶出来！把他们赶出来！走了，大家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请回到座位上去。任何冲击机舱的行为都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女士先生，开门！开门！把门打开！快开门！这怎么按都不对，肯定是哪有人在控制。别浪费时间了，直接用蛮力把门拉开！滚出来！糯米，门被拉开了，这可怎么办呢？妈妈，我先稳住操纵，你去抵住门。如果他们真闯进来，重心偏移加上干扰，到时候就真的机毁人亡了。好。你想关门？你休想你！你想关门？你休想你！什么？真的是9岁的丫头片子在开飞机，我们全机人命都丢在他的手上！我说什么来着？这就是胡闹！让一个9岁的丫头片子开飞机，再乱动，我们就都得死！大家都冷静一点，我女儿真的是在救人！开门！开门！就这么打开！全机的人！别听他瞎说，咱们快把门拉开，把这2个汉人街给救出来！对，救出来！开门！我要录他们！难道就真得落一个机毁人亡的下场吗？开门！给我滚出来！滚出来！开门！住手！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飞机驾驶舱，不是菜市场。你们现在已经违反航空安全，触犯了航空法，知道吗？什么犯法？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飞机驾驶舱，不是菜市场。你们现在已经违反航空安全，触犯了航空法，知道吗？什么犯法？什么犯法？我跟你说，我
机长，我们也不想呀。但您看看啊，一个9岁的丫头片子，她开飞机也就算了，但她还要往海里开，这不是要带着我们所有人去死吗？是啊，机长，你这是糊涂了吗？一个小孩开飞机，你也不拦着，他这是玩命啊！我们必须阻止他！阻止他！如果不是这个孩子，我们早就死在刚才引擎的爆炸里，死在和货机相撞的半空中了。你们现在能站在这儿来质疑他，正是因为他还坐在那里，用尽全力来让你们都活着。车干们，我以20年的飞行生涯和肩上这4刀钢来担保，糯米不是在害你们，而是用尽所有的努力和勇气来救我们每一个人。哎，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包庇他？哦，你跟郑萌菊俩关系不一般吧？你说的话，我们凭什么全信啊？就是，谁知道你们背后有什么勾当？一个9岁乡下来的小丫头，要是能开飞机，那我们国家的飞行学院都白办了。哎，对呀，你不是跟他学院的吗？对呀，你怎么解释？我信那个孩子，因为我这条命就是那孩子抢回来的。我都听乘务长说了，要是没有他，我根本活不到现在。机长说的没错，这小姑娘在救咱们。这大哥说的对啊，刚才要不是那个小姑娘，她早就没命了呀。机长都拿20年的飞行生涯担保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拿我们全机人性命开玩笑的。倒是你呢，一直在这里煽风点火，到底安的什么心呢？我们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谁知道他们背后有没有串通好啊？闭嘴！快回座位！快回座位！快回座位！快！系好安全带！小心，系好安全带！乘务长，立刻全面检查机舱设备和乘客安全，启动迫降前最终确认程序。是。明白，机长小心，系好安全带。这是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了？这。孩子，海面迫降难度极大，暗流风浪都是变数，即便是我在全盛时候亲自操作，把握也不足1成。你真的可以做到吗？机长叔叔，我会把这1成的把握做到100%，我一定会带所有人回家的。好，我相信你。G6654，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恢复通信了。兔指挥，还是联系不上 G6654，信号完全中断了。他们刚才高度急剧下降，现在又彻底失联，恐怕是机体受损太严重，已经……不行，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放弃，继续尝试所有可用频率，全力呼叫 G6654，快！是。这里是江城，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塔台 G6654，申请通话，G6654，塔台收到，请说明当前状况。塔台 G6654宣布紧急状态，飞机严重受损，左侧引擎失效，多系统失灵，无法维持安全高度，请就立即执行海上迫降。迫降坐标：东经125度37分，北纬28度15分海域，请求紧急救援引导。什么？海面迫降？G6654，水面迫降风险极高。根据你们当前坐标，西北方向约200公里处的海上机场跑道已清空，可接受紧急降落。是否需要引导你们前往该机场？塔台，这里是 G6654，我来汇报现状。我方当前燃油不足，液压系统持续失压，且右翼结构存在隐患。根据评估，飞机无法飞至海城机场，必须在海面紧急迫降，请塔台协助。G6654，塔台明白，已记录迫降坐标，即刻启动最高级别海上救援应急程序。这孩子的判断力精准可怕，且专业度极高，他到底什么来的？这个声音，终于想起来了，机长，刚刚对面的人是不是杜芳？是的，你认识杜指挥吗？何止是知道啊！杜芳这小子，当年在我手下学飞行时毛手毛脚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没想到如今已经能独当一面，成了坐镇塔台的指挥了。时光荏苒啊！G6654，请说明迫降方案，我们将全力配合。根据当前数据，我制定了3项迫降预案。plan A， 若平稳着水，
就近搜救艇、直升机在坐标海域待命，准备转运乘客。记。Plan B， 若机体侧翻，则封锁海域，优先空中调运伤员。记。Plan C， 若机体解体，立即启动大规模搜救与残骸定位程序。收到 ，A、B、C 3套预案已记录，救援力量会具体。还有 Plan D。这不是张老师的习惯。Plan D， 这不是张老师的习惯吗？大家听好了，我们守护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满足于常规预案。当 A、B、C 3条道路都被堵死时，我们必须有能力开创出第4条生路。张老师，是您吗？太太，时间不多了，必须立刻开始紧急迫降，快！立即启动塔台3级应急预警状态，以迫降坐标为中心，半径5海里为警戒区。通知海警、消防、医疗所有应急单位全员集合，立即展开布控。是。海警指挥中心吗？这里是塔台，紧急救援指令。G6654，应急程序已启动，海警直升机、救援船只已出发，预计10分钟后抵达你方区域。当前海况浪高1米，东风3级，能见度良好，保持通讯，我们全程支持你。收到塔台信息，正在进行最后系统校准，高度350，速度270，准备进入迫降航线。糯米，我们真的能行吗？能，我一定会带所有人安全降落的。塔台，这里是 G6654，准备迫降。离海越来越近了，难道我们真的要坠海了吗？我早说过，让那对母女开飞机就是找死。现在怎么样？全完了，说什么都迟了。就是啊，如果一开始就让一男来看，凭他大学生的本事，事情怎么可能会到这一步啊？这下真的全完了呀！各位乘客，由于飞机机械故障，我们即将在海上实施紧急迫降，请大家保持镇静，相信机器人员，听从空中指导。什么？必须海上迫降？老头子呀，我们连游泳都不会，这下必死无疑了呀！根据现在的飞机状况，根本不可能成功，海上迫降难度极高。我不容易迫降，绝对不能迫降！海上迫降难度极高。我不容易迫降，绝对不能迫降！我要求把我们送回目的地。这位女士，请您冷静一下，坐到座椅上，系好安全带。现在飞机必须要迫降。我才不听呢！什么必须迫降？就是你们无能！刚才机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要相信糯米，他是在救我们。蠢货！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我儿子可是航空大学的高材生，他都说了，在海面迫降绝对不可能成功！你快把你的学生拿来给他们看看！我是航空大学的大学生，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海上迫降难度，成功概率几乎为0。大家赶快阻止他，要不然就真的没命了。不是的，他真是学这个的，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呀？够了，谁的都不信了。什么狗屁小神童机长，什么狗屁大学生，都是狗屁。现在不接受继续往前飞了。更不接受什么狗屁迫降，返航！立刻！咱哪个兄弟哪去去？对，返航！我们要返航！我们要去返航！返航！把我们送回去！各位乘客冷静一下，请听我说。这你说什么啊？请你怎么骗我们去死是吧？就是，别再狡辩了，快送我们回家呀！家长安静，听我说几句。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跟你们一样，我根本就瞧不起里面的那对母女。
我觉得一个9岁的小女孩能懂什么开飞机呢？简直就是胡闹！但是，就是她在机场重伤的时候稳住了飞机，就是她在机场重伤的时候稳住了飞机，就是她在我们要和货机撞上的时候带我们成功的躲了过去。一次可以说是运气，但是2次、3次呢？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现在飞机故障了，往前不行，发航更不行，海上迫降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活路了。还请大家最后相信他一次，相信我们机组人员一次。没错，我们全体机组人员受过最专业、最严格的训练，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带领大家一起撤离出去，请大家相信我们。我相信他们。我也信，再怎么说他们都是专业的，大家都坐下。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带大家平安回家。小希，谢谢你。有时候应该怎么？各位乘客，我们的飞机即将进行紧急水上迫降，请大家保持镇静，务必听从乘务员的指令，穿好救生衣，采取防冲击姿势。救生衣。好，现在请大家跟我做，穿上救生衣，系好安全带，双手交叉向前，置于前排座椅顶部，全身用力向前。所有单位注意，目标飞机 G6654 预计1分钟后迫降入海，准备救援。G6654，救援力量已全部就位，海况良好，我们等着你们。G6654，你们一定要成功迫降。妈妈，我害怕。我们等一下就到家了，到家之后妈妈买你最爱吃的冰淇淋，好不好？请各位乘客保持防冲击姿态，不要慌，我们机组全体成员与你同在，我们一定平安回家。进地全位，燃油泵切断，液压系统检查完毕，准备接触水面。多米，妈妈相信你，你一定能行的。我一定能考上这里。我一定能学会驾驶飞机。我一定能成为华国第1位女机长。这一次，我一定能带所有人平安降落。各位乘客，请深呼吸，维持防冲击姿势，我们准备回家了。速度200，角度负3，准备触水，油路切断，机翼放下，收起起落架，保持平衡，准备滑行。G6654已出水，姿态暂时稳定。G6654，一定要保持住，千万不能侧翻。保持姿势，弯腰抱头。我没有我妈妈。啊！罗米，你坚持住！我们是不是还活着？停下来了，我们这是平安降落了。
糯米，我们停下来了。报告，G6654已成功在海面迫降，机体完整，初步判断无解体的迹象。成了！我真的没想到，除了您，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人完成如此极限的迫降。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成功迫降，感谢各位的配合，我们平安了。国家来了，我们国家来了！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小英雄糯米，是他带领我们归女撞击，召开雷暴，最终成功迫降，是他拯救了G6654航班上所有的生命。感谢糯米，一个9岁的孩子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这真是奇迹，奇迹呀！对，还好我们听了机长的，信了糯米，我们没有站错队。就是，不像某些人从一开始就叫嚣着只有他才会开飞机，这结果呢，事故一开始就吓晕过去，连糯米的半根手指都比不上啊！就是，还不是机长没有给我们家一男机会，要是我们家一男上，这飞机早就落地了。就是，有什么用？儿子，别把这群废物的话放在心上，这功劳啊，本该是你的。感谢大家，请大家保持镇静，现在开始进行有序撤离，请大家跟随乘务员的指引，前往指定逃生门，登上救生筏。各位不要拥挤，优先让老人、儿童、妇女先行。走吧，宝贝，我们回家。糯米，你怎么了？你醒醒！别吓妈妈！糯米他怎么了？我不知道，刚要站起来就晕过去了。糯米，快先送医院！快！糯米，医生，我女儿她到底怎么样了？您不用担心，孩子的检查结果呀已经出来了，孩子的身体上没有任何器质性的损伤，他晕倒啊主要是因为精神长时间的高度紧张加上体力透支导致的。通俗点说呀，就是累垮了，让孩子呀好好的睡上一觉，补充点水分和营养，醒来以后就没事了，不用担心。那就好，谢谢你，医生，谢谢。没事，让孩子好好休息。巧兰，你也别太担心了，医生都说没事了，你休息一下吧，都守一晚上了。小希，今天多谢你。别谢我，该说谢谢的人是我，要不是糯米，我恐怕现在都没办法站这儿跟你说话了。我不光要说谢谢，我还要对你们母女俩说声对不起。一开始我对你们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真是……没事的，都过去了。当时大家都害怕，可以理解。现在大家都平安了，这就是最重要的。佳兰，谢谢你，可以原谅我啊！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开口。好。太不可思议了！一个9岁的女孩在外面高空救了整架飞机的人，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啊！是啊，凌云航空这次算是捡到宝，出了这么一位小英雄，这事迹够他们宣传好几年的。哼，凌云航空为了商业竞争，真是什么样的谎言都编得出来呀！9岁女孩开飞机，他们怎么不说刚出生的婴儿开飞机呢？牛主任，您这话的意思是凌云航空在撒谎吗？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我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今天我来就是想亲眼看一看，某些公司为了谋取商业利益，究竟骗取全国人民做到哪一步。喂，什么？什么？表彰大会？
哎呦，我的宝贝儿子！都怪那个死丫头开飞机技术不到家，看把我儿子这胳膊给磕的，留疤了可怎么好呀？啊，就一个小口子，别大惊小怪的。听说凌云航空那边专门打电话来，邀请7号病房那个9岁的天才小机长去参加表彰大会呢。这下可要出大名了。真的吗？那也太厉害了吧！不过他好像还没醒吧？这么大的场面去不了了，真可惜。儿子，你听见没？那死丫头晕了，去不了表彰大会。去不了就去不了呗，关我什么事儿？傻儿子，他去不了，可是你能去啊！你听妈说，你想不想当一个鼎鼎大名、万众瞩目的英雄机长？妈，你开什么玩笑？我当然想啊，可那得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儿。我现在连真正的飞机都没摸过几次，哪有这个能力啊？老婆，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的意思是啊，从现在开始，G6654航班就是咱儿子王一楠驾驶，是他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拯救了全飞机的人。妈，你疯了？这怎么能行？要是被人戳穿了，我们就完蛋了。是啊，全飞机的人都看着呢，这谎撒的也太离谱了。怕什么？哎，你们刚才没听那护士说吗？那死丫头现在晕得像死猪一样，连表彰大会都去不了，人证都没有，那谁还能跳出来说不是呢？只要我们一口咬定，就说是一楠深藏不露，关键时刻临危不乱，接管了飞机，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妈，这真的能行吗？儿子，你想想，只要你成了英雄，那以后啊，可就是平步青云了。富贵险中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好，妈，我听你的。这才是我的好儿子。杜指挥，刚刚跟医院那边确认了，糯米还没醒。姚巧兰说他们没办法出席今天的表彰大会了，来不了了。什么？那孩子身体透支太严重，还在昏睡中呢。唉，真是太辛苦那孩子了。我本以为今天能有幸亲眼见见这位创造奇迹的小天才，当面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呢。杜指挥，那今天的表彰大会还办吗？主角都来不了。办，当然要办。糯米虽然不能亲临，但他的英雄事迹必须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要让所有人都记住这个名字，记住这份恩情，他的贡献绝不能因为缺席而被埋没。妈，我还是觉得不靠谱。这么多人，这么多记者，万一露馅怎么办？闭嘴！打起精神，有什么好怕？记住妈教你的话，待会儿啊，不管谁问，你就给我挺直腰板。天大的事儿，有妈给你挺着。不管谁问，你就给我挺直腰板。天大的事儿，有妈给你挺着。妈保证，过了今天，你就是全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这位小兄弟看着有点面生啊，哪个航空公司的？也是受邀来参加表彰大会的？是，我是。哎，我们家一楠可不是来参加大会的配角，他是今天的主角。主角？今天的主角不是一个9岁的小英雄糯米吗？我呸！糯米呢？我还包子呢，那是他们瞎编的。我告诉你们，昨天真
正驾驶机6654航班救了所有人的大英雄，就是我儿子王一楠。大妈，您可真会开玩笑，新闻上都说了是个9岁的小女孩，怎么突然就成您儿子了？哦，我明白了，这个年头啊，有的人为了蹭热度，那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讲啊。大妈，你要是想让你儿子当这个大英雄啊，那不仅得把年龄倒回去，还得做个变性呢。哎，你个小丫头，你都怪你，我就说了这招行不通，根本就没有人会信，这下丢脸丢尽了。你急什么呀？谁说没人信？哎，我信。儿子，快和这位先生好好说说。算了吧，妈，万一人家是啊。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凡利航空公司运营部主任牛思远。相比9岁女孩创造奇迹的童话故事，我更相信专业人士力挽狂澜的现实。泛利航空那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航空公司啊，比凌云的规模还要大。如果我能顶着救济英雄这层光环，那进入泛利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了吗？刚才你说真正驾驶凌云 G6654 的驾驶员是你是吗？没错，牛主任，我就是昨天驾驶 G6654 将飞机成功在海平面迫降的人。小兄弟，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好，那你详细的说说我来听听。哎呀，当然不是开玩笑。牛主任，您是不知道了，那昨天的情况有多危急，机长、副机长都不行了，马上要坠机。哎，是我儿子临危不惧，冲进驾驶舱，凭着在学校学的知识，硬是把这飞机给稳住了。哎，老头子，你说是不是？对，就是我儿子啊，力挽狂澜。那个什么糯米啊，她就是个小女孩，当时都吓傻了，躲在妈妈怀里哭的。那外界怎么传言是一个小丫头救了全机的人呢？哎呀，你是不知道啊，牛主任，那个死丫头，她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溜进去了。我儿子看她可怜，就让她在旁边待着。哎，没想到这最后呀，功劳全被她给抢了。我们一家呀都是老实人，斗不过他们呢。牛主任，你要是不信，这是我学生证，我就是咱们江城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是根正苗红的航天专业人才。我怎么会拿这事说谎呢？妈，你说他会信吗？航空大学的高材生，哼，这个身份倒更容易让大家信服啊。我就说嘛，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开飞机还迫降，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凌云航空为了造神，这简直是连脸都不要了。王一楠是吧？你放心，今天我一定为你做主，帮你把属于你的荣耀拿回来。哎呦，牛主任呐，您真是明察秋毫啊！哎呦，感谢，真是太感谢您了。王同学，你愿不愿意拿回属于你英雄机长的荣誉称号，甚至得到更多啊？我想，我当然想。好，那待会儿在大会上，你敢不敢站着，当着所有媒体的面说出真相？只要你敢，我给你一个进入凡利航空实习，而且优先录取的机会，怎么样？我敢！哎，谢谢你，牛主任，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妈妈，糯米，乖女儿，你终于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妈妈，我没事儿，就是感觉睡了好久。你可吓死妈妈了！从昨天回来，你就一直昏睡到现在，
医生说你是精神和体力都透支了，幸好你醒了。哦，对了，今天凌云航空要给你开表彰大会，本来邀请我们去的，我看你没醒就给推了。听说王一楠他们一家人也要去。王一楠？王一楠一家居心叵测，他们出现在那里，绝不会是去祝贺那么简单。不行，不管他们想捣什么乱，都不能让他们得逞。妈妈，你能带我去表彰大会吗？现在？可是你才刚醒，身体还没好。医生说你需要静养。妈妈，我真的好了。妈妈最好了，你就带我去吧。好吧，妈妈带你去。可是你要答应妈妈，一旦感觉不舒服，我们就立马回家。好，妈妈最好了。乖。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请大家安静。凌云航空 G6654紧急迫降事件表彰大会马上开始。好了，你们不要紧张啊！待会儿大家还要听你们的精彩发言呢。谢谢牛主任，谢谢牛主任的关照啊！是，我们都听牛主任安排啊。这个姓牛的也挺傻的，咱们说什么他信什么。他傻他的，咱们的目的达到就行。等着吧，过了今天呀，你就是人尽皆知的大英雄了。杜指挥，请问 G6654航班机械故障原因查明了吗？李处长，关于小英雄糯米，能够透露更多细节吗？各位媒体朋友，大家稍安勿躁。大家关心的问题，我和李处长在稍后的致辞中会尽量详细的跟大家说明情况。昨天凌云航空 G6654航班遭遇了罕见的连锁故障。首先，左侧引擎爆炸，致使驾驶舱玻璃破碎，正副驾驶失能。随后，飞机为了规避货机，冲入雷暴区，遭遇雷击，致使多系统失灵。最终依靠单发动力冲出雷区，完成水上迫降。而完成这一切的，全凭一个9岁的小女孩糯米临危不乱的判断和超乎常人想象力的飞行技术，带领着全机组人员一次又一次的从死神手中逃脱，最终成功在海面紧急迫降。这是航空史上的奇迹啊！这么说，真是这个9岁的小女孩救了全飞机人的命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啊！但是啊，今天我们的小英雄因为身体的原因，很遗憾不能来到现场。李处长、杜指挥，你们两个就别在这演戏了啊！事实的真相根本就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这位先生，注意你的言辞，这里是凌云航空的表彰大会，不是你撒野的地方，要为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负责？我当然会负责。我身为凡利航空公司的高管，身为一名资深的航空行业人员，正是出于对航空事业的负责，才不能坐视你们这种拙劣的骗人手段继续蒙骗大众。什么骗局？紧急避险、单发绕过雷暴、海面迫降这一系列的操作，哪一项不需要成百上千的飞行经验和经过极端飞行训练的王牌飞行员才能完成的？打造一个9岁的神童，我看你们呀是把全国人民的智商摁在地上摩擦。指控需要证据，你不要在这信口雌黄。证据？我当然有证据，因为我已经找到了真正驾驶 G6654 拯救所有人的英雄。他，我身边的这位江城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材生王一楠同学。王同学，是时候说出真相。快说呀！难道你不想进范蠡航空？
没错，拯救G6654航班的人是我，根本不是什么9岁的天才。不是糯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儿子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个叫糯米的小丫头呀，她就是冒名顶替。她今天不来参加，根本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是她做贼心虚，不敢来。对，没错，我们要求凌云航空把我儿子的荣耀还回来。太过分了！凌云航空怎么能这样，把一个大学生的功劳安在一个9岁的小女孩身上？就是，这太离谱了吧！完全就是欺骗公众。凌云航空给个说法呀！对，必须给我们个说法。给个说法呀！啊！大家请冷静，大家请冷静一下，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飞机的黑匣子数据我们正在紧急调取当中，相信很快就可以。很快是多久？啊？那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凭什么说是那个死丫头救的人？你们凭什么抢走我儿子的功劳？没错，没有证据，就是造假。谁说我们没有证据了？妈，他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他晕倒吗？我也不知道，那些护士明明是这么说。糯米小朋友，你来了，你身体怎么样了？听说你晕倒了，大家都很担心啊。谢谢叔叔关心，我已经没事了。哦，那就好，欢迎我们的小英雄。姚女士、韩女士，这次你们在飞机上的付出，我们都了解了，辛苦你们了。您客气了，这是我们该做的。哎，行了行了，啊，你们呀就不要再自导自演了。刚刚你们不是说有证据吗？好，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我就是证据，我是人证。你算什么证据？我是G6654航班的乘务员韩小琪，我亲身参与了事件的整个经过，我可以证明，从机长失能到最后成功降落，一直都是糯米在驾驶飞机，是他带领我们成功多次避险，最终降落，跟这个所谓的冒牌货王一楠没有半点关系。完了，这下可怎么收场？你呀，身为凌云航空的公职人员，当然要为自己的东家来说话了。所以呀，你的证词没有可信度，我还怀疑你们呀是串通一起来演戏给大家看的，对不对？对。对，他撒谎，他们是一伙的。哎呀，我可怜的儿子呀！拼死拼活救了所有的人，到头来不仅功劳被抢，还要被他们这么多人合起伙来污蔑呀！我们这些平民斗不过他们这些大公司呀，天理何在呀？各位领导，各位记者，你们要为我们做主啊！老头子，分明就是胡说八道，太过分了！凌云航空居然这么欺负老师，我一定要如实报道。就是抢人功劳还倒打一耙。杜邦，这到底怎么回事？处长，事情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各位，请大家用常识想一想啊，一个9岁的小女孩完成了如此极端的飞行操作，这就是反物理、反常识嘛。各位，请大家用常识想一想啊，一个9岁的小女孩完成了如此极端的飞行操作，这就是反物理、反常识嘛。而王一楠是我们正规的航空大学的高材生，拥有海量的知识储备，这些由他来完成，合情合理。所以，谁更可信，不言而喻了吧？没错，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骗子，
但除了你们自家员工之外，还有什么证据？把证据拿出来，否则就是污蔑。拿出证据来呀！啊，拿出来呀！对。谁说拿不出来？我的手机里有糯米驾驶飞机的视频。我的手机里有糯米驾驶飞机的视频。有视频这怎么办呀？急什么？说不定是假的。我是76654航班的一名普通成员，我跟凌云航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为他们而撒谎。我的手机清清楚楚地记录下了，当时驾驶舱驾驶飞机的人就是糯米，我们的小英雄，而不是这位叫王一楠的大骗子。我。还真是这个小女孩，你们看她的操作，那太专业了。我们错怪她了，也错怪凌云航空了。是啊。等一等，这位先生，我请问你，在那种生死关头，飞机剧烈颠簸，所有人都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你却悠闲地拿出了手机拍视频，而且刚好拍到了驾驶舱，这一切未免也太巧合了吧？所以你的视频不可信。哼，不可信！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吗？就是因为当初这一家子人在飞机最危险的时候，他们煽动我们所有乘客冲进驾驶舱，来阻碍小糯米开飞机，连我都被哄骗了。幸亏没有酿成大错。什么？这个王一楠没驾驶过也就算了，还煽动乘客阻碍飞行？人证物证俱在，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真是不要脸！在飞机上惹是生非就罢了，还敢跑到这儿冒名顶替，简直是恩将仇报，无耻至极，必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妈，完了，这下我们真的要被揭穿了，我入职范蠡航空机会没了。王一楠，你好大的狗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竟然敢骗我！牛主任，我们怎么敢骗您呢？那个视频它是假的，它是伪造的，是他们凌云航空找人 P 的。你胡说！没错，牛主任，我儿子是被冤枉的呀。您刚刚也说了，一个9岁的孩子怎么开飞机呢？这段视频的确可以，拍摄时机也过于巧合，完全有可能是你们精心策划摆拍的。你们凌云航空为了打造神童形象，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你们这是恩将仇报，糯米救了你们的命，你们却反过来抢他的功劳，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无耻，太无耻了！在飞机上就是你们一直捣乱，现在还在这里颠倒黑白。哎，哼！明明是你们抢了我儿子的功劳！大家来看哪儿？看，我儿子这伤就是驾驶飞机的时候因为颠簸撞伤的。对，就是这样，是我开的飞机。你们都听见了没？啊，这就是真相。凌云航空，我劝你们还是实话实说吧。你笑什么？我一直以为，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高管，至少应该具备一些基础的判断力。现在看来，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高管了。这孩子什么时候这么能说会道了？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被这满嘴谎话的一家子当枪使了，还不自知。你说飞机是你开的，对吧？当然。那好，既然是你操纵的飞机，那我想请问你几个关于当时紧急避险的具体问题，希望你一定能答出来吧。哟，糯米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只有真正驾驶过飞机，在飞机的座位上处理过紧急险情的人，才能答出来这些细节。对喽，等会儿有它好看的。怎么啦？你操纵的飞机，却答不出来操纵飞机的细节吗？我根本就没开过，怎么能回答得上来？哎呀，你别怕，你随便背点书上的知识点，那个专业术语一套一套的，唬住他们就行。可是怎么不说话了？
不会真是冒牌的吧？王一楠同学，不要怕，大胆的说，只要你今天狠狠地打了凌云航天的脸，我保证进入凡利航空的职务和待遇优先考虑。从优处理，不管了，为了入职范例，我拼了。好，你问。好，你问。好，第一个问题，这6654航班在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电子导航设备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找到合适的迫降海域？第二个问题，海面迫降的具体操作流程是什么？会记得几个问题，比如说下降率、出水角度、速度，分别是什么？完了，怎么偏偏提了2个我最不会的？海面迫降，书上就提了一句风险极高，具体操作我怎么编呀？快说呀！怎么变小哑巴了？王一楠同学，不要怕啊，慢慢的说，你只要原本的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这种小事情根本难不到你这个真正的英雄啊！当时情况紧急，我是根据气压和风向具体判断，操作就是保持飞机平稳，然后找一个平整的海面，小心的降下来。操作就是保持飞机平稳，然后找一个平整的海面，小心的降下来。保持平稳。当时右侧液压系统失效，飞机存在持续右偏力矩。你具体是通过调整哪个操纵面来保持平稳的？小心的降下去。那触水前的进场速度、俯仰角度，你都控制在多少？为什么选择这个数值？原理又是什么？这孩子问的这几个问题都太专业了，看来是真的有两下子。没错，王一楠同学，既然你说飞机是你操控的，那么这些相关的数据你应该脱口而出吧？就请你现在给我们大家说个数。我进场速度，你不是口口声声称是你驾驶的飞机吗？怎么连一个最基本的参数迫降和控制原理都说不清楚？你这番漏洞百出、逻辑混乱的说辞，就是你在撒谎最好的证据。这王一楠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看来是真的在撒谎。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哎，住口！别再逼我儿子了。我儿子他脑袋受伤了，他现在记忆全部混乱了，他哪记得了那么多细节呀？对，医生说这是脑震荡后遗症。哎，你们这是听病人，你们？对啊，对，疼了，我头不有用了。哎呦，我根本什么都想不起来。你们这叫强人所难。明知道王一楠同学头部受了伤，影响了记忆，你们还让他回答如此刁钻的问题。你们明明是想让他当众出丑，掩盖事实真相，真的好卑鄙。哼，我问你小丫头，难道你就能完整的回答上来吗？我当然能。说什么大话呢？啊，你怎么可能答得上来？在执行迫降时，我将襟翼设定在15度，以获取最佳升阻比。出水前，我将飞机俯仰角调整至8到9度，以确保机尾先出水，避免机头直接扎入海面造成解体。出水瞬间收光油门并全力拉杆，利用机身腹部与海面的摩擦减速。完全正确，每一个步骤都符合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规范，甚至考虑的更加周全呢。天哪，他全部都说上来了，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就是觉得太厉害了。快录下来，这可是真的天才。王一楠，现在你和你的父母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刘芬、王海生，你们也是为人父母，你们这样处心积虑的去抢糯米，用命换来的功劳，你们的心不会痛吗？你们这种沽名钓誉、毫无底线的做法，简直是航空界的耻辱！不仅无耻，而且愚蠢！恩将仇报的白眼狼，当初糯米就不该救你们。我看我们还是坦白吧。坦白什么坦？等一下，就算你全都答上了，那又怎么样？根本证明不了飞机就是你开的。谁知道是不是凌云航空提前准备好了台词，让这小丫头背得滚瓜烂熟啊？这种事情我见多了。尤主任，你一再的胡搅蛮缠，到底想怎么样？既然如此，不如你想个办法，见个真章。我们的小英雄，身正不怕影子斜。好，这可是你说的，我刚好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来证明谁在撒谎。
那就是进行一场公开的技术验证。我们凡利公司的仓库里边刚好有2架事故一模一样的训练机模型，我待会儿让人拿过来，但我有一个要求，他们2个分别对其中1架模型机进行紧急维修和故障排查，谁能够让这个模型动起来，谁就是真正的英雄。糯米，你觉得呢？我同意。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王一楠同学可是正儿八经的航空大学的高材生，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你一个黄毛小丫头，我看你待会儿拿什么跟他比？不行，我根本就没修过。闭嘴！现在说不行就全完了，也是头皮的事。我也同意。真金不怕火燎，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我看好那个小姑娘，眼神太稳了。王一楠那个样子，心虚的很。糯米，真的没问题吗？妈妈，你就放心吧。飞机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哪里不舒服，我一看就知道了。糯米，加油！谢谢韩阿姨。儿子，别慌，这就是个玩具飞机，拆了装，装了拆，能有多难？你可是大学生。就是，我儿子连那么复杂的图纸都能看懂，这小玩意儿算什么呀？王同学，拿出你的真本事来，把这个丫头给我比下去。是。王同学，拿出你的真本事来，把这个丫头给我比下去。是。好，现在我宣布技术验证正式开始，计时30分钟。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复杂？我连铅笔字母都找不到。不行，为了进入泛利航空，为了我的前途，拼了！啊，看到没有啊？这么精准准确的操作才叫专业！快，让你们的镜头都给我拍下来，让全国人民都看看，真正驾驶 G6654的人到底是谁？根据我的初步判断，王一楠选手在未调明故障源之前，使用了暴力且错误的方式进行拆解，故导致飞机机体受到损坏。这在实际飞行维修中是绝对禁止的。因此，我宣布王一楠选手挑战失败。哎，这怎么可能？我儿子怎么可能会输？黑幕，肯定有黑幕！王一楠。我怎么解释啊？你不是航空大学的高材生吗？牛主任，这太难了，我根本就找不到问题在哪儿，而且这线路太复杂了，跟课本上学的都不一样。难？我明明让人找过来的是中等难度的模型器材，这点小数都办不好，太让我失望了。我明明让人找过来的是中等难度的模型器材。这点小数都办不好，太让我失望了。主任，坏了，仓库搞错了，这2架不是中等难度模型，是库房里那2架用于模拟极端雷击后遗症的顶级难度测试机，没有个20-30年的飞行和维修经验，根本不可能排查出来。什么？顶级难度？哎，听见没？你们听见没？啊，是这模型太难了，根本不是我家一楠的问题。等着瞧吧，这么难的模型，这个死丫头肯定也修不好。待会儿她指定输得更难看。过
作账根源确认，此处微型电路控制器被高压电流击穿，导致信号中断，现在开始检测。部长，你看到没有？这精准的手法和张含英教授实在是太像了。岂止是像，简直是重现了。你不是说这是顶级难度的吗？啊，我怎么感觉在他手里边跟玩具似的？确实，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情况会这样。快看，这个小女孩的操作太专业了，比刚才那个大学生可强多了。这孩子真了不得呀！装，继续装！我就不信他能修得好。就是，弄得花里胡哨的，待会儿还不知道能不能亮起来呢。不可能成功的，那种难度，他肯定也不行。电路修复完成，现在开始系统自检。系统自检成功，所有数据正常，这怎么可能？启动引擎，开始自检。天哪，他竟然真的修好了！我的宝贝，你真的做到了！不可能，他是怎么完成的？你不是说这是顶级难度的吗？啊，你有20-30年工作经验，根本完不成吗？这个9岁的女孩，她是怎么做的？你给我解释！我也不知道，主任，这不科学。这下某些人的脸皮再厚，也没法抢我们家小糯米的功劳了吧？我宣布，糯米选手挑战成功，用时9分37秒。好。好样的，糯米，了不起，太了不起了！糯米绝对是我们航空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啊！妈妈的宝贝，你是妈妈的骄傲。怎么可能？线路短接精准，元件替换完美，这维修水平，难道你真的是百年不遇的天才？李处长，杜指挥，收到最新消息 ，G6654航班的黑匣子数据已经全部解析完毕，正在准备同步到大屏。完了，黑匣子数据这么快被放出，这些全完了。别急，妈会想办法的。都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办法？黑匣子可是官方最权威的数据，造不了一点假。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现在趁机溜？王一楠，你们这是要去哪儿？你刚才不是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才是驾驶 G6654大英雄？这结果马上出来了，你们跑什么呀？各位，请看大屏幕。高度350，速度270，准备进入迫降航线。塔台，这里是 G6654，准备迫降。完全一致。黑匣子里记录的操作步骤和数据，和小糯米刚刚描述的迫降流程完全一致。天哪，真的是这个小姑娘在操控飞机，她才是拯救了整架飞机的小英雄啊！完了，这些全完了，骗子，一家子都是无耻的骗子！还有这个牛主任，是非不分，助纣为虐。好啊，你们竟然敢合起伙来骗我，利用我，把我当枪使啊！你听我解释啊，牛主任啊！滚开！解释个屁！你们几个在公开场合恶意造谣、污蔑英雄，抹黑凌云航空公司的声誉，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和社会诚信，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喂，公安局吗？我这里是凌云航空公司表彰大会的现场，我要举报，这里有人涉嫌商业诽谤和寻衅滋事。我们接到报案，这里有人涉嫌商业诽谤和寻衅滋事，请相关人员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就是他们！哎，那个警察同志，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事情不是他们警察局解释吧。带走，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不是我，不是。真的是这个9岁的女孩救了全机的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真相已经大白，乌云已经散开。接下来，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当之无愧的小英雄糯米。看一看，去吧。孩子，谢谢你，谢谢你拯救了 G6654航班上所有人的生命。小英雄，你实至名归啊！糯米小朋友，我代表凌云航空，代表G6654航班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感谢你的英勇卓越。你不仅拯救了数百人的生命，更是捍卫了航空人的尊严和荣誉。你言重了，确保每一位乘客的安全，是我们每一个航空人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做了每一位机长都会做的选择。说得好啊，听听，这才是我们未来航空人该有的担当和格局。孩子，相信你未来必定会成为最优秀的航空人。娘，您看到了吗？无论是在哪个世界，您的女儿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张含英终于再一次成为了能够守护生命、翱翔于天的女机长。我的糯米真的太棒了，妈妈现在就像是做梦一样。小英雄，小英雄，能跟你合张照吗？我特别崇拜你。好。谢谢你，再见。再见。哎呦，我们的小糯米现在是大明星喽！好啦，妈妈你快别说了，我们先回家吧。还害羞啦？糯米，姚女士，请留步。果然来了，杜芳这小子还是那么执着你的。糯米，你今天在修复飞机模型时使用的那种电路绕接的方法，还有你在飞机上定制的普兰蒂应急预案，这些都是我恩师张含英多年的习惯和独门技巧，很多都是不公开的资料。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杜指挥，您这是什么意思？小杜，你已经猜到了什么吧？原谅老师，穿越的秘密没办法告诉任何一个人。杜叔叔，我读过一些张含英的书，我非常非常崇拜她。或许我太想和她一样优秀了，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我就跟她一样，会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了。也是，张老师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又怎么会跟这个小女孩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如何，糯米，都要谢谢你。你不仅拯救了G664航班上所有人的生命，更让我看到了张老师的精神在公共闪耀。我们凌云航空，乃至整个国家的航空事业，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传承。糯米，我代表凌云航空公司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青少年航空特训人才计划。我们保证会为你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最专业的指导，帮助你系统的学习飞行，让你实现更远大的梦想。杜指挥，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多谢你这么看重糯米，只是他还太小了，我担心他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妈妈别担心，这是我的梦想，我不怕苦的。这不仅是糯米的梦想，更是我张含英延续使命、重返蓝天的唯一途径。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杜叔叔，
我可以去参加测训，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哦，你说。我不想只当一名飞行员，我更想参与到飞机的设计与改进工作中去。特别是这次继6654航班暴露出的引擎结构和风挡玻璃的安全隐患，我希望我能够进入凌云航空的设计部门学习，哪怕只是作为一名最小的实习生，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个9岁的孩子，不仅要开飞机，竟然还想参与飞机的设计，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令人佩服啊！杜叔叔，可以吗？好，我答应你。从下周开始，你就是特训计划的学员，也是凌云航空设计院的特别实习生。这里就是我们的设计中心，全国最顶尖的航空工程师都在这里工作。现在我带你去的是总工程师的办公室。几十年过去，布局变了，设备更新了。但凌云航空追求卓越、挑战天空的精神内核似乎未曾改变。来，走这边。进来。周公，看我把谁带来了？我们的小英雄糯米。哦，知道，我们的力挽狂澜的天才小英雄，小姑娘，你非常了不起啊！周公。我这次带糯米来，不只是为了让他参观一下，他希望参与到飞机的设计和改进中，特别是针对 G6654 暴露出来的问题。小朵，你开什么玩笑啊？小朵，你开什么玩笑啊？让他直接进入设计团队，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开飞机和设计飞机完全是两码事儿。我承认他是一个天才的机长，但是这也不能代表他就可以直接进入设计团队啊，这是对科学的不尊重。周公，你听我说啊，这糯米他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他的打住！再不一样，他也是一个9岁的孩子。这个设计工作需要系统的理论、大量的计算和严谨的工程经验，凭一点天分是完全不能跨越的。不行，绝对不行啊！周总工程师，G6654这次引擎发生了非包容性失效，其根源是风扇叶片金属疲劳断裂。而这种断裂是由于气动设计与实际工况不匹配，这才导致叶片受力不均，在长期循环载荷下疲劳加速积累，最终引发了爆炸，对吗？你怎么这么清楚？针对风扇叶片因气动设计缺陷导致的疲劳断裂问题，我目前有一套整改方案，可以从根源上解决受力不均与疲劳积累的问题。一、重新计算叶片的旋长与扭转角，以适配高空湍流环境下的气流分布，并在涵道内壁加装导流栅，将气流流速差异控制在5%以内，以消除局部交变采合。二、在叶片中部加装钛合金减震块，以调整固有频率，避开气流激震频率区间，降低共振导致的疲劳损伤。周总工程师，您觉得我的这个初步构想有没有可行性呢？这能不能作为我加入设计团队，哪怕只是学习观摩的一点点支撑？怎么样，周总？当初是谁说天方夜谭来着？1年前我们大家都还叫他小英雄，现在大家都改口叫他糯米总师了。看来当初啊是我狭隘了。这孩子他不仅是个天才，他更是航空界的无价之宝啊！是啊。
好啦，你们都去自行观察吧。这一世，我不仅要飞上蓝天，我还要亲手设计出这个时代最安全、最先进的飞机，守护这片天空下的每一个人。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